新加坡持续扩建地铁，未必代表现有路网不够完善，很多时候恰恰反映这座城市最怕的不是工程施工，而是未来遇上状况，大家没有备选路线。上班族早就习惯地铁偶尔延误，但最让人头疼的后果接踵而至。上班迟到，赶不上接孩子，错过预约门诊，下班回家路途也跟着拉长。眼下新建的线路本质上是搭建交通韧性系统，线路故障有绕行选择，高峰客流能够分流，即便人口持续增加，公共交通依旧扛得住压力。跨岛线第3阶段规划出炉后，这个思路更加清晰。线路总长约10公里，设4座车站，由玉郎湖区向西延伸至卡尔圈，计划2027年动工，2030年代后期通车。政府不只是单纯把轨道交通地图填满，国土面积有限，城市容错空间很小，所以必须提前布局，保障城市交通长期稳定运转。你搭地铁最困扰的问题是什么？需要绕远路，车厢拥挤，还是一旦发生故障，全程行程都要重新安排？如果你在新加坡住得够久，就会发现这里谈交通跟很多大国不太一样，问题不是路完全不够，而是没有太多犯错空间。土地有限，人口密集，住宅区和就业点又高度集中，一条主干线出问题，影响不会只停在1-2个站，很快就会沿着整张网络扩散出去。对普通家庭来说，这不是很远的政策词。你可能早上要先送孩子，再赶去上班；你可能在西部工业区工作，多换一次车，一天就多花20-30分钟。你也可能是刚来新加坡的移民，还在平衡租金、通勤和生活节奏，到底怎么选才比较稳？路交局在 Land Transport Master Plan 2040里讲得很清楚，到2040年，铁路网络会扩展到360公里以上，80%家庭在步行10分钟内可以到地铁站。这个目标重点不只是方便，而是把公共交通做成城市运作的主系统。因为新加坡不可能靠不断扩路来解决未来的人口增长、老龄化和跨区通勤。还有一个变化很关键，就业中心不再只集中在传统 CBD， 玉郎湖区被规划为第2个 CBD， 玉郎创新区也在承接先进制造和研发活动。也就是说，未来越来越多人的工作地点会往西部和跨区节点分散。旧网络如果还是靠少数主线硬扛，今天是拥挤，明天就可能变成脆弱。如果你住在西部或东北部，你觉得现在更缺的是更快还是更稳的交通连接？先把交通韧性讲得直接一点，它不是说列车永远不会坏，也不是说工程永远不会延误，它真正的意思是，问题出现的时候，这个系统还有没有第2条路，能不能把损失压住？对新加坡这种高密度城市，这一点特别重要，因为大家上班、上学、看病、送货的时间都很集中，一条主线受影响，后果不会只留在月台，它会传到办公室、学校、医院，也会传回每个家庭的时间安排。很多人会觉得多修一条线是不是重复建设，但从网络设计看，冗余不是浪费，而是保险。你不会只留一把家门钥匙，企业不会只靠一台服务器，一个国家也不能把几百万人的出行都压在少数走廊上。这个逻辑，环线其实已经证明过一次，它的价值不只是多了一个圈，而是让很多原本必须先进城再折返的路线，变成可以横向转移。放到跨岛线就更清楚了，它不是单纯补几个空白站点，而是在岛内再加一条横向骨架，把多个区域更直接地连起来。第3阶段尤其能说明这一点，它全长约10公里，共4个站。CR21 玉郎渡头站将衔接玉郎区域线， CR23 卡尔圈站将衔接东西线。也就是说，西部工业区和居民区之间不再只能靠少数既有走廊硬撑，一旦列车服务中断，更多乘客可以改走别的地铁路线，继续完成行程。所以新加坡地铁总在修，不一定说明系统出问题，很多时候恰恰说明政府知道未来风险在哪里，并且愿意在问题全面爆发之前把备用路径先建出来。
你有没有经历过一条线出问题，整段行程都得重算？当时最麻烦的是时间、换乘，还是那种完全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到的感觉？如果说前面讲的是为什么新加坡需要备用路线，那 Crawl 3更像是在回答另一件事。这里修地铁不只是为了把人送到公司楼下，更是在决定未来哪些地方能不能真正变成企业愿意去、人才愿意去的地方。根据最新公布的信息，跨岛线第3阶段全长约10公里，共设4个站，从玉郎湖区继续往西延伸至卡尔圈，预计2027年动工，2030年代后期通车。4个站分别是 CR20、CR21 玉郎渡头站、CR22 和 CR23 卡尔圈站，其中 CR21 会衔接玉郎区域线， CR23 会衔接东西线。很多人第一眼会觉得只有4个站，为什么这么受关注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它连的不是普通空白区，而是新加坡下一轮增长很关键的区域。玉郎湖区被定位为第2个 CBD， 意味着未来一部分办公、商业和服务业活动不会继续全部压在传统市中心。与此同时，西部工业区和周边制造业走廊承接的是先进制造、研发和高技术产业。这些地方如果要真正运作起来，就不能只靠道路，也不能只靠现有少数主线。企业看一个区域值不值得进，不只看租金和土地，也看员工能不能稳定到岗，招聘范围够不够大，跨区往来是不是顺畅。到了这里，交通就不只是民生配套，而是经济基础。官方提到，跨岛线全面通车后，往返西部地区的乘客最多可节省50分钟车程。这个数字背后，不只是通勤更快，也是在扩大企业的招聘半径，提升西部区域的吸引力。所以 CRL3 表面上是交通项目，实质上也是国家空间战略的一部分。它在处理的是工作在哪里，人住在哪里，未来增长往哪里走。如果未来更多工作机会往西部走，你会更看重薪资，还是更看重通勤能不能长期承受？讲到这里，很多人心里会有个很实际的问题，道理都懂，但为什么新加坡愿意一直投钱，一直施工，甚至面对征地协调，也要把这些线继续修下去？答案其实很现实，因为对新加坡来说，最贵的不是建，而是失灵。一个土地有限、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国家，如果公共交通这个主系统不够稳，代价会很快传到经济和社会层面。员工迟到，物流受阻，学校和医院周边压力上升，家庭照护时间被压缩，这些看起来分散的小问题，累积起来就是国家效率的损耗。所以新加坡在基建上，往往不是追求账面上最省，而是尽量别让关键系统出大问题。跨岛线的推进也能看到这种思路。首2列跨岛线列车已经抵达，并在铁路测试中心进行全面测试，包括列车、信号、综合监控系统和通信系统。列车采用5门设计，比现有多数地铁列车多一个车门，目的是加快乘客上下车，缩短停站时间，提升高峰运作效率。为了配合 CRL3 施工，政府也将征用部分工业土地，并新建新的车场和巴士车场。施工当然会带来噪音、灰尘和交通影响，但如果把时间拉长看，这本质上是在用今天局部的不便，换未来几十年更稳的通勤和更强的城市承载力。更关键的是，新加坡没有太多以后再说的空间。如果现在不为备用方案付钱，未来就可能用更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补课。你自己更能接受哪一种成本？是现在施工几年，还是未来每逢高峰都长期拥挤，而且一出问题就全线受影响？所以回到最初的问题，新加坡地铁为什么总在修？因为它修的从来不只是更多站点，而是在修一个小国最需要的能力。人口在变，产业在变，风险也在变，这个城市还能不能继续稳定运作，很多时候就看交通网络有没有提前留出弹性。今天我们至少可以记住3件事。第一，交通韧性不是口号，而是故障时有没有第2条路。第二，跨岛线尤其 CRL3 不只是方便通勤，
它关系到西部增长区能不能真正接住未来的就业和投资，也会实实在在把一些原本90分钟的跨区通勤压缩到40分钟左右。第三，施工、测试、征地这些短期成本和未来系统失灵相比，往往还是比较便宜的代价。如果你住在新加坡，或者正考虑来新加坡生活，这些变化都很实际。你看房、换工作、安排家庭生活的时候，交通可达性很多时候和租金、薪资一样重要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你最关注的新加坡交通议题是什么？想继续看这类新加坡新政速递和热点解析，也记得订阅频道，